末了，魏无羡问聂姑娘，你与江澄一同夜猎时，可否在一旁为他摇旗呐喊，加油助威？也有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可以适当浮夸一些。聂婉晴露出不解的神色。魏无羡道：像这样，我给你演示一下。然后细声细气地装作女生，夸张地喊道：江宗主你最帅，江宗主你帅得我要昏过去了。魏先生，江行舟行礼道：宗主在楼上等您。魏无羡向楼上望了望，彩衣镇上这家湘菜馆还是他们当年求学时候那家，店主从老夫妻俩换成了他们的儿子儿媳，酒楼里里外外重新翻修过许多次，如今店面虽小，却是更为精致的装潢。一楼布设小桥流水之景，颇有些附庸风雅，但寻常灯笼、长条板凳又仍是人间烟火气息。二楼则取消了外席，勉强隔出几间雅间。魏无羡迈步上了二楼，刚见过聂婉晴没几天，意外收到了江澄的邀约。魏无羡心想，这两人也算有默契了，轮流找我做顾问。走进雅间，江澄抬头看他，只见魏无羡一身玄衫，腰间悬着他前年相赠的清心铃。江澄不动声色，简单道了句：来了，坐。魏无羡礼貌道：久等了。旋即坐下。魏无羡看着桌上的菜，俱是很普通的菜式：辣椒凤爪、干锅鱼子鱼泡、红油莲藕、刀拍黄瓜4道菜，并一道时蔬清汤，一小盆米饭，一坛天子笑。从前他俩遇见下山打牙祭，将这家湘菜馆当作日常的饭堂，也就是这样了。在一楼大堂随意找个位置，点上3、4个家常菜，下几碗饭。毕竟经常来，不会点得太过丰盛。前年至今发生的种种事情，让江澄卸下许多深埋心底的负罪和亏欠，也让魏无羡隐约知晓江澄无声无息的尽心和弥补。两人终归可以平和地坐在一起喝2杯酒。江澄问：蓝忘机不来？魏无羡道：今日族中有事要议。又道：晚些时候他来接我。其实是蓝忘机说，如果江澄有要事相商，他俩单独说话会自在一些。江澄哼了一句：你还需要人接？路上有人打劫。语气倒堪称温和。这是情趣，你也是要成亲的人了，不妨学这些。江澄翻了一个白眼，不说话了。菜虽是旧时的菜式，人却还未到能开门见山无话不谈的地步，仍需先借几分酒意。魏无羡拿不准江澄是不是来找他聊私事，想着还是等他先开口，把酒斟满。两人随意碰了一下，几杯下肚，江澄道：他来找过你们？魏无羡心想：你没跟踪你未婚妻吧？有点吓人。却听江澄接着道：他告诉我了。又补充道：见你们之前也同我说了。魏无羡笑道：哦，聂姑娘这样挺好，事事都向江宗主报备。哼，报备？他不肯告诉我同你们聊了些什么，让我自己来问。魏无羡看他别扭神色之中自带2分委屈，突然有一点明白金陵所说的舅舅已经不像他自己，又见他实在不情不愿，竟生出聂婉晴有意为之的猜测来。也许聂姑娘是故意让他来的。江澄瞪着他：你笑什么？我笑了吗？哎，我这人就是很容易笑啊。江澄，你现在这样挺有趣的。江澄干脆利落的道：滚，喝你的酒吧。云深不知处敬酒，你想喝也喝不着。为了在净室暗格内给他藏酒，蓝忘机将香案置于那处，长期熏染檀香，掩盖酒香。魏无羡从不向任何人炫耀蓝忘机为他所做的种种破镜犯戒之事，此刻也不接江澄的话，只是笑着转回他真正关心的话题上。聂姑娘来问你为什么喜欢他，为什么选他？这种事情跑来问你，蠢女人。两人都绝口不提聂婉晴萧似江厌离的流言。江澄，话本里通常是面冷心热、痴情执意之人才会管自己姑娘叫做蠢女人，你是不是这种类型？江澄不理他，自己添一碗米饭，埋头吃饭，倒真像当初着急吃完，让他赶在宵禁前回山门的样子。魏无羡也不着急，岔开话题：这道干锅鱼子还是这么下饭。其实这家掌勺的厨子换过好几次了，
但是佐料配方一直在店主手里，现在的店主夫妇也很会烧菜。你还是老样子，连这些芝麻小事都打听得如此清楚。蓝湛和我常来，他陪你来这种小店？这店现在也不算小了，江宗主大驾光临，更是蓬荜生辉。我也就是看这家店还在，其他的不认识，不一定合我口味。江澄显露出的那一点微不可察的怀旧情绪，让魏无羡逐渐放下了一开始的谨慎。华灯初上，长街上渐次明亮，万家灯火从窗纱中透射进来，辉映的雅间内更加暖意融庆。魏无羡面上仍是笑着，又点评了其他几道菜，然后状似不经意地问他：所以，江澄，你为什么喜欢他？为什么撞上聂姑娘就铁树开花了？不关你的事，想要传宗接代的时候，刚好有个长得不算歪瓜裂枣的女人凑过来了，不行吗？魏无羡笑道：哦，原来是刚好。江澄又瞪他，魏无羡笑眯眯的，心里盘算着：江澄这人死要面子，若是让他知道聂姑娘告诉了我和蓝湛这不打不相识的趣事，对聂姑娘可能不大好。江澄若是肯自己主动说就好了，但也不能太逼迫他。于是他道：外面传了些事，可我见了聂姑娘，实在是个温柔婉约的人，由此可见传闻不可偏信。她温柔婉约？魏无羡笑道：不是吗？连蓝湛都赞她文雅有礼。蓝忘机倒是没有评价过她，只是魏无羡称她温文秀气，蓝忘机便点头说嗯。江澄恨声道：明明是个小妖女。看。魏无羡呛得咳嗽起来，惊天动地的咳了好几声。见江澄面色不善，掩饰道：哈哈，家里的饭菜太清淡，好久不吃辣，偶尔吃一回便呛着了。你少装蒜，兰儿时常给你下厨，还钻过莲花坞的厨房。魏无羡只得道：哦，对，我忘记你知道这事。想了想，毕竟还是关心他。魏无羡举起酒碗，看着江澄，认真道：江澄，男人在外面背地里说话，什么蠢女人、小妖女的，张口就来，我就当你是在发牢骚了。当着姑娘的面还是得哄啊，你会不会哄人啊？我真替你担心。为什么要我哄？她又不是小孩子。魏无羡无语，不知他是不是当着自己才这样，只得问：为什么说是小妖女？偷了你的心，勾了你的魂，就成妖女了吗？你少说的这么肉麻，我说了，我就是刚好到年纪，想成亲了，我不会特别喜欢谁。江澄实在是太别扭了。魏无羡又哄道：是吗？我记得一开始传的是谁来着？好像不叫这个名字。哎呦，我这记性，让我想想。对了，清河第一美人聂先锋。江澄，为什么刚好不是他？江澄面上第一次露出了真正的不愉之色，阴恻恻的道：你说的是聂怀桑有意带来的人？哦，是吗？我不知道是不是，反正一罪从有，谁都别想来安排我。魏无羡心平气和地说：听闻婉晴姑娘是先锋姑娘的亲妹妹，是一家人。那又如何？她是她。哦，明白了，她是她。聂先锋是聂家人，一罪从有；聂婉晴也是聂家人，一罪从无。魏无羡淡笑不语。江澄抿了一口酒，低声道：一开始我也不是没有怀疑过他别有用心。魏无羡不说话，静静听他讲。江澄的眼中浮现一丝犹疑。我甚至主动放出谣言说他有意靠近我，居心不良。江澄并未提及当时那么做的主要目的，可是那时候蓝忘机和魏无羡有猜测过是否是他授意，眼下魏无羡却没法问了。也许江澄真心实意帮自己，结果最后很乌龙的把自己赔了进去。魏无羡轻声道：后来的事情我有听说。江澄眼露金光，恶狠狠的道：他就是个小泼妇。随后无论魏无羡如何追问，江澄都不肯透露分毫。魏无羡心想，看来不可能从江澄这里听到关于那2巴掌的具体细节了，于是只能笑道：江澄，你喜欢他，可以叫他小辣椒，不可以叫他小泼妇。江澄不耐烦道：我都说了我没有很喜欢他。魏无羡笑意温和，眼里自带一种婚后多年的细水长流。江澄，你是个很懂得权衡的人，你若是想与清河聂氏联姻，就会选嫡出的聂先锋；
若是不愿受聂怀桑摆布，就会对所有的聂家女都敬而远之。你喜欢婉晴姑娘？